大家好，我是小马，欢迎收看我的爱马仕购买攻略。今天是一期帅气的限量款开箱。这个包呢没有 BKC 那么大牌，但它低调实用又百搭，是爱马仕最早问世的包款之一，也是第一款有拉链的手提包。它被沿用了快1个世纪，这几年在设计师的创新下，又推出了复刻版、mini 版和一些有趣的限量款。先来开一个最近的限量款，这个系列呢我收了一对儿。大家猜一下，是彩虹宝丽斗，好看吗？2020年推出的彩虹系列有日出和日落2种配色，这个阳光灿烂的呢是日出，比较暗的呢是日落。之前一期限量款开箱给大家开过这支外缝的 Barking， 还记得吗？同样的拼色，9R 柠檬黄，然后 2S 芝麻色， EQ 彩纸粉，然后还有它的底部是 R1 大地橘色。仔细看，它是用硬挺的 Epsom 皮一层一层的覆盖上去，跟 KD 字母包是不同的拼接工艺。它这个锁头上的皮套呢也是拼色的，还蛮可爱的。还有一个肩带在这里，它的长度呢和普通款的Bollido 的31厘米是一样的。这支 Bollido 呢还有一个特别之处，就是它的尺寸。那我手里的这一支呢是普通款的 Bollido 31厘米，但彩虹这支呢是只有30厘米。正常的 Bollido 是没有30厘米的，它的外形比例也是不太一样。普通款的这一支呢，它的手柄的高度长一点点的，但拉链的开口呢会小一点。另外呢，限量款这支呢里边会多一个口袋。大家有没有发现30厘米的这支的形状和 mini Bollido 是一样的？对了，它们都是1923年原型的复刻版。2018年呢，爱马仕出了18.5厘米的 mini Bollido 小贝壳包，跟 mini Kelly 2代呢是差不多的大小，可以肩背也可以斜挎。我手里的这一支呢是限量款的刺绣的，这也是只挺可爱的。Bollido 呢，在1923年问世的时候，名字叫做车用包。好直白呀！它是专为赛车手和长途旅行的客人设计的，20年代面向大众的汽车制造业方兴未艾，跨洋旅行兴起。爱马仕的第3代当家艾米尔爱马仕看准了这个时机，推出了这款圆圆扁扁、容易拿取东西，并且带有拉链的旅行包。今天站在奢侈品鄙视链最顶端的爱马仕，当年也曾蹭过别人的热点哦。车用包不好听，那我们就改名叫做布卡迪。对，就是法国超跑品牌的布卡迪。现在我们熟悉的 Bollido 意思是流星，也是一款跑车的昵称。我后面包柜里呢，我收藏了一只独一无二的珍藏品，是丝绸拼马鞍皮的材质，上面图案是一个赛车手飞驰的样子，很有复古的味道。Bollido 作为一款沿用近100年的包包，虽然和 Kelly 的名气地位不能比，但它有独特的历史感。想象一下，上世纪的人们拎着它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是不是很浪漫啊？那之前呢，跟大家聊过第一支爱马仕包怎么选。那作为 Kelly 的替代品呢，我会选 Bollido。在日本 Bollido 也是 Barking 和 Kelly 以外呢最人气的包款。27和31的尺寸呢都是比较推荐的，外形呢经典耐看，实用性很棒，适合简约干练的通勤风。31、35、45厘米的尺寸，还带有锁头和钥匙，然后呢也可以在这里扣一下。包包前面呢这片椭圆，不仅是为了装饰，还可以在上面刻上自己名字的缩写。Bollido 27和31在日本专柜的价格定价大概是77万日币和180万日币。mini Bollido A 巴卡拉皮呢是67万日币，山羊皮呢是贵2万日币左右，马鞍皮呢贵13万日币。二手的 Bollido 性价比是非常高的，可以在中古店淘一只成色比较好的，有的甚至呢只需要专柜的半价或者是半价以下。
那最抢手的呢，还是说像大象灰呀、黑色呀、金棕色，然后 mini 的话呢，就有各种可爱的马卡龙色。虽然宝丽豆不用配货就能买，但是人气的颜色还是要看看运气的。比较常见的皮质呢是 TC 皮，然后还有 E 皮。幸运的话呢，也可以拿到 Box 皮和夏莫尼。如果你喜欢轻松休闲一点的感觉，就选软软的 TC 皮。E 皮和 Box 皮呢，它是非常的硬挺的，包型的轮廓非常的帅气。也有就是这种稀有皮的宝丽豆，尤其是小尺寸的呢，看上去非常的精致。宝丽豆呢也出过一些限量的皮质，那比如说我手里的这2只非常稀有的牛胎毛和羊切皮，我在之前的视频里是有介绍过的。再来猜一个，这个是特别的包装，这个深蓝色的盒子，然后大家能看到是吧？这里边是深蓝的，然后还有这个丝绸的沉袋儿，也是深蓝色的。它就是宝丽豆1923笑脸包。这个是2019年的超级限量款，也是30厘米的尺寸，上面用金银2色的金属做了一个眨眼睛的笑脸，不知道是不是模仿毕加索的抽象画。这里呢是一个小钥匙，和这个锁头是一套的。OK， 打开了。包身整体用的是光滑的塔德拉豆皮，光泽度呢非常的好，要比 Box 皮呢稍微暗一点，产量是比较少的，也被称作为雾面 Box 皮。眼睛这里呢是用的是蜥蜴皮，所以这个包呢还带有 Santis 证。眼睛的形状呢，来自于爱马仕的一款复古放大镜。给大家近距离看一下这个细节，金属链装饰呢，这个部分是用牛皮把这个部分是固定上去的，这是动不了的。这个包也配有肩带，但我觉得它更适合放在包柜里欣赏。下面这只太大了，就不开箱了，有一点重。这个是知名度最高的限量版宝丽豆鲨鱼包，这款是2016年推出的45厘米金棕色 Togo 皮，鲨鱼的眼和嘴这个部分是 Box 皮，斜斜的表情很搞怪，黑色的轮廓和牙齿缝凹凸的效果，细节给满分。鲨鱼宝丽豆还有一个午夜蓝的配色，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这个金棕色的，和这个红白黑的这个大嘴配的刚刚好。里边是帆布的，减轻了包的重量。周末短途旅行拎它，容量也是刚刚好。那同样的这个45厘米的尺寸呢，还有棒球包。它是2018年的秀款，也是1923复刻版。外形呢看着是差不多的，但拉链的这个部分呢，它比鲨鱼嘴呢要就是长一些，要深一些。这一只呢是珍珠灰拼 Q5 国旗红色，巴卡拉皮，里边呢也是帆布的。还有一个配色呢，就是这只是 7L 马耳他蓝运动风，你喜欢哪一个呢？留言告诉我。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一看到有季节限定某某联名就忍不住想要剁手，然后一不小心就被割一茬韭菜。不知不觉我竟然也收集了这么多宝丽豆，全部放在一起还是有一点小意外。限量款宝丽豆最常出现在男装的秀场，比如2022年春夏大秀上现身的滑板包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哦。另外还有去年的赛车包，19年出的龙图腾，18年出的世界尽头，17年出的刺绣包等等。但是宝丽豆的收藏价值是不太好说的，要看它的产量是否稀少，素材是否特殊，设计是否直接体现品牌理念，也就是说打在 VIP 客户的审美观的靶心上。怎么判断一个新出的限量款值不值得买，有没有升值潜力？大家可以翻看一下我之前的视频，下边贴了链接。好了，这期限量版宝丽豆大家看得过瘾吗？还想看什么包？欢迎留言给我，记得点击订阅，我们下期见。